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习小厨的菜园子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种超级营养的芽苗菜。听说最近流行用玻璃罐子来发芽苗菜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也来试一试这个不用土，只需要用个罐子来发芽苗菜的方法吧。这是我今天要使用的玻璃罐子。这种形状的罐子有个名字叫梅森罐，英文呢就是 Mason jar。第一次用，我先把它们清洗一下，最好再用开水烫一下，细菌越少，成功率就越高。而且芽苗菜大部分都是生吃的，所以整个过程要干净。晾5分钟，不热了就可以使用了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我就要晾出我今天要用的种子。我打算用这个是西兰花的种子，是专门用来发芽苗菜的。我大概是2年前买的吧，一直都没用，这么久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发出芽来了。我来试试看。除了西兰花呢，我还找到了半盒的黑芝麻。这个不是种子了，这个就是在我们家食品柜里翻出来的，忘记什么时候买的了。肯定比那个包西兰花种子时间要长，也没有包装了。我想用它来发芽苗菜试试看，不是专门的种子啊，就是平时用来做饭、做糕点的那种黑芝麻。今天的种子呢不是很理想，就是在家里随机找的。我们来碰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种出来吧。这2个玻璃罐属于较大的，那么我每罐就放2勺的种子吧。这个是 tablespoon 的量勺。西兰花种子，这个是黑芝麻。种子的多少要取决于罐子的大小，基本上用种子把整个罐子的底部全都覆盖住就可以了。这个盖子的顶部是纱网设计，方便换水和透气。盖上盖子之后，我们先来清洗一下种子。然后直接在罐子里放上清水，浸泡种子。种子要泡多久？这个是有争议的。有人说2小时，有人说8小时，还有人说要12到24小时的。其实泡种子这事儿没有统一的时间，最重要的是要根据种子的具体情况来决定。西兰花这么小的种子，我觉得2-3个小时就差不多可以了。黑芝麻虽然也小，但是大家看看，刚开始浸泡时这些种子是浮在水面上的，那么我就要浸泡到大部分都沉底为止。现在种子已经浸泡了3个小时了，我把西兰花种子瓶里的水倒掉，再洗一遍。这就可以了。转动罐子，使种子粘贴在罐子的4壁上。这样做是为了种子能够均匀透气。咱们套上黑色的罐子套，用来遮光，制造一个种子在土里的感觉。如果不避光的话，种子发芽出来直接会变绿色，口感会比较老。现在这瓶黑芝麻的种子已经浸泡了7小时，大部分已经沉底了。那么我也给它把水倒掉，清洗一下，转动均匀分布，然后同样罩上罩子。这一套还是很方便的，就不用到处找遮光的位置了，而且比罩个盒子还美观。种子发芽最快的温度一般在20到25摄氏度左右，所以室内环境要是20几度恒温的话，会很快发芽的。潮湿的环境最容易滋生细菌，所以发芽苗菜需要经常换水，每天至少2次。我一般是早晚各换1次水。由于这周阴雨天，室外温度比较低，
我家室内的温度基本上是在16到18度左右，所以种子发芽较慢。今天已经是第3天了，早上西兰花的种子还是这样。所以早上换完水之后，我把这2个罐子拿到了小温室里。此时温室里的温度更适合一些，这样它们可以更快的发芽。温度合适果然有效，同一天下午，西兰花就变成这样了。但是同样的条件下，黑芝麻却完全没有变化。第4天早上，应该是不会发芽了。第5天，西兰花，这个应该是失败。黑芝麻应该是没戏了。一旦发芽了，长的速度就快到肉眼可见。才1天的功夫，西兰花就这样啦。臭了。黑芝麻我决定放弃了。现在是第6天，发芽到这个程度，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种子都发出2片子叶了。由于一直避光，所以子叶的颜色是黄色的。那么从现在开始呢，就可以把罩子摘掉了，让它们渐渐散射光。这样很快1天的时间，小叶子就变得翠绿了。现在是第7天，长成这样就要收了。再继续长的话，口感就不好了。清洗2次，上面漂浮的这些是种子皮，咱们捞出来不要。这就是7天的成果啦。沥干水分，装到保鲜盒里，放到冰箱冷藏保存，尽快食用。由于芽菜的保鲜期不会很长，所以咱们一次不要发太多哦，可以分批分次的发。这些芽菜怎么吃呢？现在我就用这些西兰花芽菜做3种健康美味的早餐美食。先来做个西式的 brunch。再做个芽菜早餐奶昔。这芦笋也很好，今天早上刚摘的。还有个我最喜欢的吃法，尝一尝，清香，然后带有稍微一点点的辣味儿。明天再多做2罐。这次发的这2罐呢，成功率只有50%。我觉得关键问题出在了黑芝麻的种子上。
看来不是每个食品店里卖的那种食用的种子都可以用来种植的，所以下回呢还是买专门的种子比较靠谱。那么现在呢，就让我们来看看，除了西兰花的种子之外，还有什么种子适合发芽苗菜的。这些呢都是发芽苗菜的种子包，像这个苜蓿，还有荠菜种子，还有小麦草等等，还有一些混合的。由于芽苗菜的需求量大，所以这种专门发芽苗菜的种子呢，比在地里种植的种子更便宜。这次我使用的芽苗菜套装呢，是由 Timo 赞助提供的。这一套呢，瓶子、架子、盖子还有这个套子都包括在内了。但是如果你自己已经有了这样的瓶子了，其实呢，你可以单独的买一个这样的盖子就可以了。这个 Timo 上也有卖的，就是直接把盖子盖到瓶子上就可以使用了，这样更便宜一些。不过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，这个盖子的尺寸呢，它不是通用的。它的口径呢有大有小，所以如果大家想单纯的买盖子呢，一定要先把你的瓶子的口径量一下尺寸，然后呢再按照这个尺寸购买盖子，这是我的经验教训。除此之外呢，点击说明描述里的链接，下载 AP App， 使用本期的 code 码，大家就可以获得100澳元的捆绑包哦。芽苗菜除了营养健康，它发起来最大的特点呢，就是材料简单，不需要土，不用地，而且也不用很长时间，一般大概1周左右就可以发好了，还很简单，适合所有家庭、所有人群来操作，只要你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就行了。所以还等什么呢？和西小厨一起来种五花八门的芽苗菜吧！评论区等着大家的成果留言哦。好了，您能看到这儿呢，我要感谢大家能把这部影片完整的看完。喜欢家庭种植和家庭园艺的朋友，别忘了点赞加关注哦。咱们下期再来继续分享家庭园艺的故事。